此刻接到消息，得知白小纯亲自带人过来，蔡家众人的心神都悸动起来。可那蔡家族长以及几个族老虽也颤抖，但心中也有一些镇定。毕竟若巨鬼王真的要灭他们，也不会等到现在了。就在这蔡家众人迎接时，白小纯与陈海带着2万魂修，如黑云一般从远处苍穹呼啸而来。刚一靠近，陈海立刻满是威严的大吼一声：“封锁四方！没有白总管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可进出。”话语一出，顿时这2万魂修立刻散开，直接就将蔡家城环绕，彻底封锁。这一幕立刻就让蔡家众人心惊息气，族长等人更是面色不断变化，可却只能忍下，忐忑地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：“拜见白总管。”陈天侯。蔡家一众纷纷拜见。白小纯没有理会蔡家，而是转头神色故作不悦地望着陈海：“陈天侯，白某此次到来可不是为了灭门，你把蔡族长吓到了。白总管说的是，可卑职军令在身。”陈海肃然道。白小纯摇头，走向蔡家族长，一副无奈的样子：“吴王，陈天侯也是有军令，我们理解。白总管，有什么事，我们进去说吧。”蔡家族长岂能看不出来白小纯与陈海之间的一唱一和？可看出也没用，内心苦涩，表面上还要领白小纯的情。白小纯没有立刻踏入蔡家，而是干咳一声。这咳嗽声传出后，陈海那边顿时神色更为严峻，向着身边一声低吼：“所有元婴将领护卫白总管！”他话语一出，顿时从这2万魂修里立刻就飞出了数十道身影，全部站在了白小纯的身后。白小纯再次不悦，似想要说些什么，可却叹了口气，向着蔡家族长苦笑一声：“没办法，不是白某信不过你蔡家，实在是王爷那里对白某的安危看得太重了。是，白总管对我巨鬼城极为重要，绝不能出任何岔子。蔡某理解。”蔡家族长内心更为发苦，低头说道：“走吧，我们进去说。”白小纯袖子一甩，心底激昂，享受着那种位高权重的感觉。当先走进蔡家，那些元婴魂修立刻跟随，踏入蔡家后，顿时就一个个如侍卫般守在四周。只要蔡家有丝毫不轨之心，他们立刻就会出手保护白小纯。这种气势让蔡家众人都身体发寒，心中颤动。尤其是那蔡家天骄，更是低头，生怕白小纯看到自己。蔡家族长憋屈，可也无奈，快走几步，与一众面色苍白的族老跟随在白小纯身旁，进到了蔡家主殿内。蔡族长，此番白某到来，与公事无关，实在是听说蔡家千年底蕴，想要来参观一下。到了主殿，白小纯坐在上首，微微一笑：“我懂，白总管稍等。”蔡家族长深吸口气，挤出笑容，立刻转头交代下去。很快的，就有族人颤身端着一个流光四溢的魂瓶进来。这魂瓶不大，如正常花瓶一般，可只是目光扫过，所有人都能看出这魂瓶不俗，显然是品质极高。尤其是上面的一道经文，更是说明这魂瓶被炼灵了11次。白总管，这魂瓶是我蔡家重宝，还请白总管欣赏品鉴，点评1、2。蔡家族长接过后，恭敬地放在了白小纯的面前。白小纯神色如常，拿起魂瓶打量了几眼，神识扫过后，不但看出了这魂瓶不俗，其内更是有上亿冤魂，这显然是一笔大礼。他内心怦然而动，可一想到这蔡家家大业大，自己来了，竟只给了1亿冤魂，立刻就生气了。他面色猛地沉了下来，体内修为爆发，右手咔嚓，轰的一声，这炼灵11次的魂瓶竟直接被他捏碎。随着碎裂，里面的上亿冤魂顿时就爆发出来，四下扩散时，众人神色大变。好在此地元婴众多，立刻出手，很快就将这些冤魂镇压。蔡族长，白某虽不算什么炼气大师，可修行这么多年，你真以为我不识货？拿这么一个魂瓶就来糊弄我？白小纯抬起头，冷冷地看着蔡家族长。白总管息怒蔡家族长内心咬牙，可表面上却只能小心翼翼，赶紧起身。他身边的族老一个个也都沉默，内心有不安，也有不忿。从白小纯这里直接将那魂瓶捏碎，他们就意识到了今天的事恐怕不能善了。对方的姿态很明显，命可以保，但蔡家的千年底蕴不能留。
这只是第一件，白总管稍等，后面还有。蔡家族长艰涩开口，他也看明白了白小纯的姿态，此刻深吸口气，立刻就安排下去。很快的，就有族人再次上前，这一次送来的赫然是整整50个魂瓶，摆放在白小纯面前后，白小纯看了一眼，心脏咚咚的跳着。千年底蕴啊！白小纯有些口干，强行收回目光，皱起了眉头。蔡家族长心在滴血，可知道今天若不大出血就危险了，于是狠狠一咬牙传音出去。很快的，又有族人上前，这一次放在白小纯面前的是100个储物手镯。这100个储物手镯内，居然放着的都是魂药，其数量之多，一时之间都无法计算。看得白小纯心惊肉跳的同时，对于千年底蕴、炼魂世家，终于有了更直观的了解。可他的眉头依旧皱着，神色内透着些不悦。这一幕让蔡家族长心里苦似黄连。这些物品虽不是全部，可却是蔡家积累了1000年的一部分底蕴了。只是一想到蔡家危机，他就只能忍着内心的剧痛，再次传音一番。不多时，陆续有族人从外面心惊胆战的进来，送上一件又一件物品。这里面的仅仅是法宝，就有上千，其中炼灵之宝也都被不断的拿出。越来越多后，白小纯的面色却铁青起来，猛地站起身：“蔡族长，白某到此是来替你们蔡家消灾解难的。看来你真是没把我白浩放在眼里，就拿这些垃圾让我欣赏。好好，此事我不管了。”白小纯袖子一甩，冷笑几声，做事就要走出蔡家。蔡家族长面色变了又变，心中的憋屈在这一刻也都快要无法压住。他已经拿出了不少，可对方居然还不满意。这些物品已经是他能拿出的极限了，至于其他，那就真的动了家族的根本，这就不是他能决定的了。就在这时，蔡家族长身边的蔡家大族老深吸口气，他知道此刻至关重要。老祖依允，他们蔡家与其他2家不一样，若还不舍财富，大祸降临，门灭族亡。此刻强行挤出笑脸，猛地走出一步：“白总管留步，我蔡家还有不少宝物，需要白总管帮忙鉴赏。老三，去将内库打开，将里面的物品拿出来全部。”蔡家大族老转头看向身边另一个族老，那族老神色一阵变化，最终轻叹一口气，低头离开。白小纯脚步一顿，心底同时也很期待。说心里话，如今对方拿出的这些就已经让他惊心动魄了，此刻听到还有，他立刻就心中一动，表面上却神色松缓了一些，重新坐了回来。很快的，就有族人颤颤巍巍的哆嗦着上前，送上了一座小塔。这小塔不是魂塔，而是木头制作。白小纯神识扫过，心神顿时一阵晃动，这里面竟存放着多色火，从10色火开始，甚至里面还有6团15色火。没有结束，很快的就有族人送上一枚古简，那里面烙印的竟是蔡家的15色、16色乃至17色火配方。随后，当蔡家族人再次出现后，拿给白小纯的竟是一个天人魂。这天人魂是火属性的，放在一个水晶盒内。看着天人魂，白小纯终于神情和气的缓缓吸了口气。这气息的变化，让此刻敏感的蔡家众人也都内心一松。蔡家族长的心早已痛得无法形容，如今这些可以说是家族底蕴的一半了。看着摆放在白小纯面前的这些物品，就算是保护白小纯的那数十元婴，也都一个个心神震动，眼中露出灼热。至于陈海，他没跟着进来，而是在外面等待，否则的话，怕是就连他也都会稀奇动容不已。白总管可还满意？蔡家大族老缓缓开口。白小纯舔了舔嘴唇，心脏跳动的咚咚声，仿佛天雷，可却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摸了摸储物袋，不是取出物品，而是在等待着什么。随着他的沉默，蔡家众人刚刚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，一个个都紧张地看着白小纯。时间流逝，等了半天，白小纯也着急了。他之所以有把握，是因来的路上他与小乌龟传音，这找宝贝的事情，小乌龟比他擅长。而小乌龟一听此事，也很是来劲儿。只是眼下却不见小乌龟传音，白小纯眼看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，他干咳一声，忽然开口：“蔡族长，当初你们在巨鬼城内追杀我一整天，让我担惊受怕，都没心情修炼了。”白小纯叹了口气。蔡家族长眼皮一跳，
看了看身边的大族老，大族老面色阴沉，狠狠咬牙，转头看向四周族人：“每个人把你们身上的魂药都拿出来。”蔡家族人赶紧纷纷取出自身的魂药，他们此刻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了，只要白小纯能离开，比什么都好。很快的，所有族人的魂药都堆积在了白小纯的面前。大族老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在用行动告诉白小纯，他们真的已经没有了。白小纯也有些尴尬，可小乌龟还没传音，这不对劲，很有可能蔡家藏着重宝，于是又开始咳嗽起来。你们太客气了，说来白某也惭愧啊，前些日子把你们的魂场给烧了，想起来也挺可惜的，心里愧疚啊。白小纯叹了口气，摇头说道。蔡家族长脸上青筋鼓起，他算是看出来了，这白小纯是真狠啊，这是要扒皮呀，可他还能怎么办？猛地起身，果断开口：“区区几处魂场，算不得什么。白总管不用愧疚，那些魂场从现在开始是您的了，您想烧就烧吧。”眼看蔡家如此果决，魂场都送给自己了，白小纯也不知道再怎么开口了，琢磨着应该差不多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小乌龟激动的声音瞬间在白小纯的脑海里回荡：“白小子，龟爷我找到了一个大宝贝啊！天啊，这蔡家居然有如此重宝！此物就算是在通天河区域内也都少见，在蛮荒更是无价。”小乌龟激动中立刻描述一番，白小纯听到后也都眼睛一亮，但神色却渐渐阴沉下来，看向蔡家族长以及蔡家大族老。蔡家众人眼看白小纯神色再度阴沉，一个个都心中咯噔一声。蔡族长，听说你蔡家有一尊灵玉雕像，白某很想欣赏一下。白小纯缓缓说道，目中露出一抹寒芒。这句话一出，其他族人还没什么，可蔡家族长与蔡家大族老二人却是面色瞬间惨变，身体都颤抖起来，目中露出无法置信。灵玉雕像，这是蔡家的最大秘密，整个蔡家只有他们二人与老祖知道，其他族人毫不知情，甚至那里也都被严密的封锁。他们自信，就算是半神也都无法察觉，可却没想到白小纯竟然知道了。而很显然，白小纯不可能知道，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巨鬼王，而巨鬼王能知道，只有一个可能，从老祖那知道的。二人内心狂震，苦涩中相互看了看，实在是这灵玉雕像太重要了，可以说那才是蔡家真正的底蕴所在，镇族之宝。有此物在，可让蔡家族人永远在修行上比其他人快很多。只是到了如今，他们就算不甘心，也不敢不拿蔡家族长身体似一下子失去了力量。瘫坐下来后，大族老长叹一声，身体一步走出，消失无影。很快，当他再次出现时，他袖子一甩，立刻一尊1丈多高，形状如同一个女子的灵玉雕像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。在这灵玉雕像出现的刹那，霞光满天，一股浓郁的灵气在这贫瘠的蛮荒天地内竟扑面而来。这一幕立刻让四周所有人都内心震晃不休，一个个呼吸粗重而急促，难以置信的贪婪地盯着那灵玉雕像。整个天地内的灵气皆来自于通天河流域，而在这远离通天河流域的蛮荒里没有灵气，所以蛮荒之修不得不改变自身的体质，使之可以吸收魂药，从蛮荒那无尽的冤魂中吸取能让自身修行的灵力。可世事无绝对，在这天地间还是存在了一些宝物，能小范围的散出堪比通天河流域的灵气。这灵玉雕像就是这样的宝物。它所在的地方方圆1000丈内灵气之浓郁，甚至堪比星空道极宗，这就让白小纯也都禁不住心惊起来。他站在灵玉雕像旁，体内修为好似久旱的大地，沐浴在了甘甜雨露之中，那种全身舒爽的感觉让他心神摇曳，双眼冒光。宝贝啊！白小纯立刻就意识到，这尊灵玉雕像才是蔡家真正的底蕴所在。此刻看到蔡家族长与大族老二人那苍白的面色，白小纯内心更为振奋。发达了想到这里，白小纯袖子一甩，立刻就将那灵玉雕像直接收到了储物袋内。随着灵玉雕像的消失，此地的灵气也都消散，蔡家所有族人一个个都面色急速变换起来。他们此刻都很不平静，虽在这之前他们不知道家族内有如此至宝，可眼下却是彻彻底底的明白，这件至宝已经不属于蔡家了。可与家族的生死存续比较，
这些外物他们只能放弃。哎，你们蔡家宝贝太多了，我这一时半会儿也鉴赏不完啊。白小纯转过头来，看着四周堆积的满满的宝物，叹了口气，似很为难的看了看蔡家族长。蔡家族长内心早已咒骂起来，知道这分明是既要抢自己家族的宝物，同时又要让自己主动开口奉上，这根本就是强取豪夺。可这番话语，他只敢在心底去吼，表面上还是要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硬控制着情绪，赶紧开口：“无妨，白总管能欣赏我蔡家的这些宝物，是我蔡家的荣幸啊。白总管可以把他们搬到您的府上，慢慢鉴赏，我们不急。”白小纯立刻眉开眼笑，神情流露出赞赏与满意，又客套一番后，大袖一甩，声音传出：“既然蔡族长盛情难却，那我一定要仔细的、慢慢的品鉴。来人啊，都给我搬走！”白小纯话语一出，四周那些元婴魂修一个个神色古怪，纷纷上前将这些物品全部收走，眼睁睁的看着众人将自己家族的底蕴都拿走了。蔡家族长眼圈发红，勉强克制自己的怒火，脸上强笑，心在抽痛。如此，白某就先走了，留步！白小纯哈哈一笑，向着蔡家族长一抱拳，转身满面红光，耀武扬威，大摇大摆的走了出去。他虽说不用送，可蔡家族长内心长叹一声，知道既然已经屈服了，就索性彻底一些，于是快走几步，恭送陪伴。那些元婴护卫时刻守护白小纯左右，一行人直接就出了蔡家大门。陈海在外面等候，一副尽忠职守的样子。看到白小纯安全出来，他立刻上前，眼中露出寒芒，望着蔡家众人，似只要白小纯一句话，他就立刻出手灭了蔡家。这样子虽夸张，也让白小纯觉得眼熟，可还是很受用的。转头拍了拍蔡家族长的肩膀，白小纯春风得意的笑了起来：“蔡族长，你太客气了，不用送了。等以后我有时间再来这里找你们聊天。”白小纯内心得意无比，一晃之下直奔天空而去。陈海立刻跟随左右，其他修士也都齐齐飞出。很快的，在这蔡家众人一个个的满怀惴惴下，2万魂修全部离去。眼看白小纯等人走远，蔡家族长脸上青筋鼓起，再也压制不住，猛地大吼一声，目中带着悲愤，更有苦涩。他身边的族老一个个也都沉默不语。罢了罢了，他们拿走了我蔡家的底蕴，也正说明我们避过了这一次的灭门之灾。蔡家大族老长叹一声，身影似乎也有苍老了不少。蔡家之事根本就封锁不住消息，很快的，各方势力都就听说了此事，一个个都神色变化。对于白小纯更为忌惮的同时，他们的目光纷纷看向另外2个家族。很显然，这件事还远远没有结束，蔡家已经被狠狠在心头剜了一刀了。接下来就是陈家与白家了。那陈家或许还好一些，可白家怕是要完了。在这巨鬼城内各方势力都心中有数时，白小纯一行人正气势汹汹地直奔陈家城所在之地，急掠而去。一路上，白小纯的传音玉简多次震动，每次他都拿在手里，似在传音。一旁的陈海观察了半晌，有心去问，可却觉得不好直接开口，于是试探了一句：“白总管，蔡家的消息怕是早就传开了，陈家估计会有准备，我们要不要速度上加快一些？”“无妨，此事白某早有计划，咱们慢点更好。”白小纯笑着开口，没有解释，而是拿着玉简再次传音一番，这才不慌不忙地带着众人向着陈家飞去。此刻的陈家的确早有准备了，实际上之前陈家老祖已经做了最坏打算，也早有过相应的吩咐，所以现在陈家在这家族资源的转移上更是不遗余力，不但暗中将家族内的部分族人送走，更是将家族的大部分底蕴财宝转移，化作数份送去一处处明面上不属于他们家族的土著部落藏着。这些土著部落从明面上看与他们陈家没有丝毫关联，可实际上早在多年前已经被他们暗中掌控。如今在得知蔡家出事后，陈家众人一个个都是提心吊胆。在陈家的祖殿内，陈家族长与一众族老都面色阴沉中有一丝苍白，一个个呼吸都极不平静。应该不会出问题。从得知老祖被关押后，我们就已经开始遣散家族，分流底蕴了。而且为了不被发现，不但分出了数份，更是隐藏行踪。估计现在那些族人也应该都到了这些土著部落内了。
不过我们是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？似乎巨鬼王没有要灭我等满门的打算，这是要削弱我们的底蕴。一旦发现我们将财富转移，哼，老族只是被关押，我陈家与蔡家不一样，不能坐以待毙。陈家族长咬牙开口，就是他一力坚定将家族底蕴分散转移的。此刻虽也惊疑，可也只能咬牙强挺。就在陈家众人一个个紧张的商议对策时，忽然的，远处传来阵阵破空的呼啸声，众人面色一变，纷纷走出大殿时，立刻就看到远处天地间如黑云一般翻滚而来的2万魂修。这2万魂修似轻车熟路，刹那降临后，直接就将陈家团团包围，随后分开一条大路。白小纯大摇大摆的迈步走来，身边陈海杀气腾腾的跟随，目光落在陈家众人身上时，杀意毫不掩饰。也就是在白小纯这里降临陈家的一刻，在这巨鬼王势力范围内，一处中等规模土著部落旁的山峰上，周一星与李峰还有数千魂修正站在那里。周一星手中拿着玉简，目中有寒芒闪动，似随意的看了看身边的李峰。李兄，大总管交代了，咱们该动手了。这手功就是你我2人的了。陈家暗度陈仓，又有何用？李峰心跳加速，内心充满壮志。之前白小纯华丽归来，成为大总管后，他和周一星就立刻翻身，2人也沟通过，知道如今眼界不同，偌大的巨鬼城势力众多，他们不需要内斗，而是要联合，这样才可走得更远。平步青云，飞黄腾达指日可待。此刻闻言，他哈哈一笑，与周一星一起带着身后数千人直奔山下土著部落。土著部落内，随着周一星与李峰的一声令下，巨变惊起，数千人直接杀入。立刻，这处部落内藏着的陈家族人面色大变，绝望中挣扎反抗。厮杀中，一处帐篷内突然有人惊喜呼喊：“陈家财宝在这里！”周一星狂喜，第一个冲进帐篷内。李峰没多想，为了抢功，也迅速踏入。可就在他踏入的刹那，他面色大变，帐篷内没有财宝，而是有3人带着杀机直奔他而来。其中一人正是周一星。周一星你！李峰大惊，想要后退，但晚了。这是周一星布置的必杀局，他更是大吼压下李峰声音。不多时，李峰喷出鲜血，胸口坍塌，心脏碎灭。他死死睁着眼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可却说不出来了。杀你不是为了争功。周一星蹲下，在李峰耳边用只有他能听到的声音轻声开口。说完，他一掌拍在李峰天灵，轰鸣中，李峰魂飞魄散。做完这些，周一星起身看了看身边2人，凝重开口承诺荣华富贵。那2人以为周一星争功，知道自己帮了大忙，从此算是自己人了。又听周一星郑重承诺，顿时安心。很快，部落内的陈家族人被镇压，更是将藏在这处部落的陈家底蕴财宝全部收走。同一时间，还有其他几处巨鬼城范围内的部落也在上演厮杀的一幕，将陈家暗度陈仓的财宝全部截住。那财富之多，让人瞠目结舌，呼吸急促，可却无人敢贪没这属于白总管的财富，纷纷上缴到了周一星那里后，周一星看了后不动声色，带着所有汇聚的人马直奔陈家城而去。途中很巧的路过林，周一星目中寒光闪动，找了个理由将此地一处部落全部灭杀。更巧的是，那2个与他一起杀李峰的魂修也死在了此地。现在他没有破绽了。奶奶的，我可不是为了他，我是为了自己。周一星努力让自己不去想地宫内的一幕幕，喃喃低语：此番种种不是白小纯安排，的确如他周一星所说，他是为了自己才这么做的。白小纯的身份，巨鬼王没怀疑，可周一星知道太多事情，早就怀疑了。尤其是白小纯结因，他心底已确定了成。而揭穿白浩身份虽有好处，可却是一次性的，反倒是现在这样捆绑在一起赌一把，未来无法估算。而此刻，陈家城外随着2万魂修的包围，煞气从众人身上散出，凝聚在一起后，形成了一股让人惊心动魄的威压，直接笼罩陈家城内。陈家所有留在这里的族人，一个个都颤抖起来，面色苍白。就算是陈家族长以及那些族老，也都一个个呼吸急促，生死危机的感觉浮现全身。眼看白小纯一步步走来，陈家族长面色有些狰狞，猛地大吼一声：“
白浩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白小纯脚步一顿，目中露出一抹寒芒。对于陈家的强硬态度，他早有预料。毕竟陈家胆敢做出炼制净幡这等大不韪、人神共愤之事，这样的陈家只有2个选择：要么就是强硬到底，拼死挣扎；要么就是卑微到了极致，一切都低头。可显然，陈家的选择是前者，或者说，这是陈家族长的选择。毕竟当日这陈家族长与自己之间的那一战，因那净幡自己可是就差那么一点，便可以将此人斩杀了。大胆！陈海闻言，立刻知道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，上前一步，声音如雷霆轰鸣。四周那些守护白小纯的元婴魂修，更是一个个目中瞬间露出金芒。陈海的低吼，数十元婴的杀意目光，立刻就让陈家族长身体一颤，他身边族老也纷纷骇然。白小纯冷冷地看着陈家族长，忽然笑了，声音慢吞吞地传出：“这就是你们陈家的态度吗？”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在这四周2万魂修的杀机中，立刻就仿佛重若千钧，直接压在了陈家众人的心头。陈家族长呼吸艰难，双眼却赤红起来。他没有办法，他知道对方或许可以不灭陈家满门，可自己必死。他忘记不了当日在城内对方欲杀自己的决心，若非老祖及时出现护住自己，怕就不是掉一只胳膊的事，是已经陨落了。更重要的，他炼制的那阴幡此宝的存在，已经是人神共愤，天诛地灭了。家族底蕴已转移，一些有潜力的族人也都遣散。我作为族长，已经尽力了。老祖虽只是被关押，但陈家存在与不存在已经没区别了。既然这样，不如就让我这个陈家最后一位族长，带着整个陈家血战如此，也能留下一个宁死不屈的名声。陈家族长猛地抬头，正要去激怒白小纯，可就在这时，他身边的陈家大族老猛地一步走出。我等拜见白总管。大族老一出，其他族老也都纷纷开口，齐齐拜见。就连陈家的其他族人也都颤抖中拜见起来。陈家族长眼看大族老出面，他面色立刻变化，清白不定，可却忍下要去激怒白小纯的念头，低头不语。这一幕也让白小纯目光闪动了几下，脸上笑容依旧，俯视陈家。本总管来此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吧？白总管来意，我等明白。陈家有不少宝物，请白总管鉴赏。大族老深吸口气，立刻开口。他之前就看出了族长的不对劲，可却没想到对方居然想要激怒白总管。这么做的后果，让这大族老也都心悸，想要拉着所有人与你一起死。大族老目中露出寒芒，冷冷地扫了一眼沉默不语的陈家族长后，立刻传令下去。很快的，就有大量的宝物一次性的被拿了出来，魂药、冤魂、多色火、炼灵之宝，还有多色火的配方，种种之物被堆积在广场上，还有一些奇珍异宝。一时之间，宝光扩散，让这天空都出现霞彩。只不过看似不少，可若是与蔡家比较，明显只是一部分而已。白小纯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。只有这些？陈家大族老苦涩，可却没有办法，家族的底蕴都转移出去了，偏偏此事他还无法明言。正迟疑时，忽然的，陈家族长冷笑起来：“我陈家经历此番浩劫，已经家徒四壁，就这些了。你若不信，大可去搜，看好什么就拿什么。”陈海眼看着陈家族长言辞里似有讥讽，看了看白小纯后，他冷哼一声，立刻抬手一挥，顿时就有魂修冲入陈家城，开始搜查。白小纯背着手站在半空中，一言不发，任由陈海搜查。很快的，随着一个个魂修结束了搜查走出，向着陈海传音后，陈海面色难看起来，低声对白小纯说道：“白总管，陈家看来早有准备，什么也没找到。”白小纯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，依旧背着手站在那里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整个陈家城一片寂静，可却有压抑感越来越强烈。在这压抑中，那些陈家的族人纷纷内心被恐惧占据，他们的眼中站在那里的白小纯如同天威一样，众人的生死似掌握在他一念之间，充满了无法形容的威严。就算是陈家的一众族老，也都气息不断波动，更加紧张时，唯独那陈家的族长，他已豁出去了，目中深处藏着疯狂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的，白小纯脸上露出笑容，抬头看向远处，
几乎在他看去的瞬间，陈海以及陈家的大族老也都察觉。齐齐看去时，立刻就看到远处的天空上又有一片黑云，正隐隐可见。此刻，其他人也都发现了这一幕，一时之间，所有目光都看了过去。不多时，那片黑云越来越大，呼啸临近中，可以看到里面有上万魂修正直奔此地而来。当前之人是一个青年，这青年神色倨傲，更有煞气，正是周一星。几个呼吸的时间，周一星就已然降临。那上万魂修也都散开四周，再次将陈家城包围一圈。而周一星则是快走几步，不看身边任何人，直奔白小纯。陈海面色变化，看了看白小纯后没有阻止。很快的，周一星就到了白小纯近前，抱拳深拜下：“主子，属下信不辱命，已将陈家转移出去的底蕴财宝全部收回，请您过目。”周一星说完，袖子一甩，立刻从他的储物袋内顿时就飞出大量的宝物，魂塔、多色火、炼灵之宝，甚至还有10个玉瓶，任何一个里面都装着足有数万斤通天河水，更有2个水晶盒，还有好多白小纯认不出来的宝物，比比皆是，超出了之前大族老拿出的数倍之多，甚至若蔡家不算那灵玉雕像，也都与之相差很大。随着这些宝物的出现，陈家族长面色狂变，他身边的族老也都一个个喘息急促，惊心骇神，而那些陈家的族人全部都睁大了眼，如遭晴天霹雳般怔在那里。虽不是所有族人都知道家族底蕴转移，可眼下已经不需要去知道了，谁都能看出究竟。白小纯目光扫过，哪怕是经历了搜刮蔡家之事，可看到这些宝物后，白小纯还是激动的心跳加速，可脸上却装出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，袖子一甩，淡淡开口：“都收起来吧，这些宝贝可都是人家不要的。既然不要，我们就要了，多谢陈族长。”白小纯哈哈一声，陈海此刻倒吸口气，目光勉强从那些宝物上收回。周一星立刻趁势将广场上所有物品安排人全部收走。此刻的陈家族长已经面如死灰，脑海嗡鸣，身体不自控地颤抖着。至于其他族老，也都纷纷不安中压下心内的愤怒躁动，在这生死危机中不敢抬头。可还是有一些脾气暴躁的小辈族人，他们习惯了家族的强势，此刻眼睁睁看着这一幕，没忍住怒斥起来：“你们太过分了！白浩，你这是抢夺！”随着声音传出，陈家众族老立刻面色大变，想要去阻止，可却晚了。陈海等的就是表现自己的机会。闻言，目内杀机一闪，右手突然抬起，隔空一指，轰轰之声回荡。那之前开口的陈家2个小辈族人的眉心上，直接就出现了一个血洞，二人目中还残存着怒力，身体却软软的倒了下来。好大的胆子！白总管的名字，岂是你们能随意说出的？陈海冷哼一声，凶目扫过四方。随着陈海凶目扫过，陈家众人内心全部一颤，大族老也是胸口起伏。眼看陈家族长似还要开口，他猛地一瞪眼：“族长！”大族老的声音带着怒意。陈家族长面色变化，沉默下来：“白总管，此事是我陈家这2个小辈无礼，该杀。”大族老深吸口气，抬头看向白小纯：“不过，既然白总管已拿了我陈家1000年底蕴，现在的陈家真的没什么了，还请白总管放我们一条活路。”大族老语气悲壮，抱拳一拜。白小纯沉吟一番，实际上陈家到了这里也差不多了。虽陈家当年追杀自己，可如今的教训也都不少。白小纯正琢磨时，忽然目光落在了陈家族长的脸上，看到了这陈家族长目中一闪而过的怨毒。这怨毒虽被陈家族长极力隐藏，可白小纯习惯察言观色，还是看了出来。这就让他的心也立刻就警惕中硬了下来，已有决断，可表面上却露出了迟疑，似有些为难的模样。目光扫过陈家族人，重点的在陈家众多族人里的女子身上停顿。但凡是女修，稍微有点姿色的，都被白小纯仔细的上下打量。此刻所有人都在注意白小纯，立刻就看到了白小纯的举动。那陈家大族老一愣，他倒是从来没想过，这白浩居然还有这种嗜好。也对，此人毕竟年轻。大族老想到这里，立刻转头交代下去。很快的，那些被白小纯打量过的女子，一个个都面色苍白的，在家族的命令下走了出来，齐齐站在了白小纯的面前。甚至还有一些族女
不在人群内，也都被族人找到，送在白小纯的前方。渐渐的，那里站着的陈家族女就超过了数百人之多，燕瘦环肥，姿态万千。白总管年少有为，更是人中之龙，身边要有侍女才好。这些族女都是我陈家娇女，大人若有看好的，那是他们的福气。陈家大族老见状开口，目光微微闪动。若是白小纯真的将他陈家的族女带走了，这反倒是一件好事。想到这里，他也心头一热，心中有了期待。白小纯干咳一声，内心暗骂巨鬼王这个老色鬼，可却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一摆手。这些娇女就算了，不过听说陈族长艳福不浅，还不把你夫人请出来让本总管看看？白小纯内心感慨，更有郁闷，可却没办法，这是巨鬼王点名的，他只能这么开口了。此刻话语一出，陈家众人全部傻眼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甚至还有人失声哗然，就连陈家大族老也都呆住，古怪地看向白小纯。而那陈家族长更是再也无法忍住，猛地抬头，发出一声大吼：“白浩，你欺人太甚！”白小纯有些心虚，心底不由得再次暗骂巨鬼王，但此刻却不能退步，于是眼睛猛地一瞪。他身边的陈海此刻也是吸了口气，看向白小纯时，目中带着怪异，更有敬佩。一步走出后，直接右手抬起，向着陈家族长镇压。大胆！轰鸣中，陈家族长喷出鲜血，身体连连后退，看向白小纯时，那目中露出血光。可他内心深处却并非如此愤怒，而是快速计算，琢磨着这白浩既然看中了自己的夫人，那么一旦带走，对自己这里就绝不会再出手了。毕竟抢夺他人妻子，这已经是让人指摘了。若再杀了自己，那就是千夫所指。若能不死，他自然不想陨落，甚至此刻脑海还在琢磨如何利用此事，让自己在家族内的威信更大一些。可那毕竟是我的夫人，我要让人觉得自己是受辱到了极致，可却为了家族忍辱负重。如此一来，就可化解大族老对我的不满，甚至可让所有族人从此对我这里极为信任。想到这里，陈家族长咬破舌尖，喷出一大口鲜血，抬头时死死地盯着白小纯，整个人好似受伤的野兽，仿佛要不顾一切地爆发出来。那目光带着疯狂，让人看到后忍不住心里一颤。而陈家族人更是内心深处怒火燃烧。白小纯也被这目光吓了一跳，欲哭无泪，琢磨着自己也委屈啊，这口黑锅自己是替巨鬼王背着的，又想实在不行就算了，这种事情有些过了大不了回去让巨鬼王自己来处理。于是正要收回之前的话语，可就在这时，陈家族长看出了白小纯似在犹疑，他立刻急了，不再继续演戏，而是猛地大吼一声：“罢了罢，为了家族来人，去将夫人请出！”陈家族长身体颤抖，好似一下子苍老了不少。其他陈家族人一个个心中悲愤，似忘记了恐惧，看向白小纯时，目中仿佛喷火。这一幕自然被陈家族长察觉，他内心冷笑，控制身体摇摇欲坠，表情苦涩中深深地低下了头，但目中却有得意之色一闪而过。白小纯张着嘴，半天一个字也没说出，只能叹了口气，心底悲催。这口黑锅背的冤啊，一想到这件事以后说不定会被千夫所指，背上的夺人妻子的骂名，怕是唾沫星子都会把自己淹死，他就眼泪要出来了。可他心底即便委屈的不得了，偏偏这事还不能说出去，只能天知地知巨鬼王知。想到这里，他悲壮的仰天长叹一声。很快的，就有陈家族人带着一个女子来到了广场上。那女子看起来30多岁的模样，肌肤胜雪，容颜绝美，更有成熟风韵。只不过此刻似很惊恐，勉强镇定。她一出现，就连陈海也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目中露出恍惚之意，似明白了为何白总管非要此女。白小纯心底愁苦愤懑，目光一扫，这女子虽是绝色，可她却丝毫没有在意，眼下实在尴尬，于是重重的咳嗽了一声。那个打扰了白小纯转身就走，在这里停留，他都觉得不好意思，尤其是想到从今以后自己的名声算是彻底毁了，他就更呜呼哀哉了。陈海脸上带着一丝古怪的笑意，周一星也是吸了口气，定了定神。二人互相看了看后，走向陈夫人那里，客气的就要带走她。陈夫人来的时候已经听人说过这件事，此刻面色苍白中，她猛地看向陈家族长，
看到了自己这夫君的神色上露出的痛苦，但他的目中反倒露出怨毒。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夫君了，外人看不出他在演戏，可他岂能看不出来？沉默后，他竟仿佛忽然获得了自由般的抬头，深吸口气，微微一笑，转身毫不犹豫的直接随着陈海与周艺兴离开陈家。他的绝情一幕，立刻就让陈家不少族人都露出更强烈的怒意，暗自的侮辱之言在各自心中都升起。很快的，四周数万魂修齐齐飞出，而陈家族长看到这一幕后，内心更为得意。只不过一个夫人而已，与他的命以及换来的好处比较，微不足道。此刻半空中，白小纯紧绷着脸，怨气很深。正心烦时，陈海快步带着陈夫人追了上来。